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，后来发现是一个学校的，然后就约出来见了一面。我觉得就是第一眼见他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他，可以说是一见钟情。刚开始见面的时候，我对他没什么感觉，不过他确实会为我做很多事。他很阳光开朗，我觉得和他在一起特别开心。为了和他在一起，我做了很多的事情，可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。刚开始的时候没什么感觉，后来被他的平常的一点一滴所感动，所以我同意跟他在一起。不过在一起以后，我发现他对我没以前那么好，对我不理不睬的。我现在开始实习了，重心都在工作上，我不可能像在学校的时候那样天天围着他转。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错呀。我终于同意和你在一起了，可是你却对我不理不睬了。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小片当中，我觉得有2个数字大家一定要记住，一个叫一见钟情，一个叫付出一切。接下来我们用掌声来请出这一对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雷23岁，来自河北，是一名学生；女嘉宾小文22岁，同样来自河北，也是一名学生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带着满满的怨气来的哈，想问问女生，你在他心中到底是个什么位置，是吧？确实是。我刚才也说了，看小片的时候，2个一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，一个是一见钟情，是吧？对。在哪儿一见呢？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。他特别幽默，看照片嘛，我就感觉他眼睛小小的，单眼皮，然后我就特别喜欢他。我问他是哪儿的，后来我就发现我们是一个学校的，然后就约他见了一面，然后后来我就喜欢他了，一直在追他。你都付出了哪些呢？我们听听什么叫不顾一切的追一个人。早上的时候我就跟他买早餐，每天然后跟他占座。有一次的时候就是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我那天就是给他买早餐，他跟我摔了，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的气愤，但是我又是在追他，我又特别的。可是毕竟那我不喜欢喝豆浆啊。可是我当时又不知道你不喜欢喝豆浆。全班那么多人都知道我不喜欢喝，小伙伴们都在那起哄，你喝呀喝呀，大家都看着你喝，我怎么办呀？那你也不能当那么多人的面跟我摔了呀！你知道我多没面子吗？我一女的，然后每天我还觉得没面子呢，好多人都在嘲笑我呢。我觉得就是你就是一直的都是在说，就是你自己没面子，然后你就特别要你的面子，我就特别的气愤，我都。你气愤，你还接着追他？我要是你摔完豆浆，我把豆浆盖拿来盖在头上，我走了。你不是还追了吗？追了就别气愤了，啊！后来还做了什么？后来的时候，然后他不约我看电影吗？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我特别的高兴，激动，就好几天都没睡着觉。看电影的头一天晚上，然后我就。现在想起来还甜蜜呢啊！头一天晚上你就看电影的头一天晚上，我就跟我的小伙伴，然后就说他约我看电影，跟我所有的就是朋友知道我俩是朋友跟他说，然后我就是他约我看电影，然后我就是开始的，就是第2天早上5点多我就醒了，把我们宿舍的小伙伴给拽起来。我当时不会化妆，然后让他们给我化妆，当时那心情，然后就特别的激动，然后我冷静，然后他们就给我化妆，然后化完以后，然后他们就特别不耐烦，他们就睡了嘛。我一个人，然后8点多的时候我就已经到电影院等着他了。我当时然后就想着，然后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就是那个场面，然后多甜蜜嘛。你想，你给我说一个场面是多甜蜜的？看电影的时候。就是我看电影的时候，然后毕竟就是我们就是他带我看爱情片嘛，然后说，然后我就在想，然后就是当时然后我俩就在一块怎么着的，哎呀，我也不好意思说。如愿了？没有，后来他根本就没有来。然后我当时只是跟他开个玩笑，我没想到他真的去了呀。不，你知道吗？就他那一次，然后他跟他宿舍的小伙伴，然后就开玩笑，然后就这件事，就是他拿我开玩笑，然后说就是，就是我会不会在那个电影院，然后等他，就是从开场一直等到结束，然后就是拿你打赌。对，拿我打赌的。姑娘都这样了，咱还不走啊？我就是喜欢他，我。好吧，特别的。接着给我们讲讲，后来你又是怎么后来的时候，然后他又约我吗？他又约你。对。这次是去哪儿啊？这次然后他约我爬山。长点心吧，这不会又骗你吧？我当时不就是喜欢他，然后我就想着他就是找我嘛。其实我想起来，就是当时还挺甜蜜的，但是他当时然后就说，就是我是他的移动超市。
就是他第一天给我打电话，给我点了那么多东西，然后说就是要吃这个吃那个，然后我就一个人给他拎过去的，那么沉，然后结果到那儿的时候，却不是他一个人在，他本来第一天跟我打电话说的好好的，然后说是他一个人，然后在。可是当时情况是这样，那朋友来了。第一天的时候你。朋友来了，我能说不让别人去吗？我能抹开那面子让他们不去吗？不，我觉得他就是故意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特好奇的问一句，你凭什么让人姑娘买那么多东西呢？他不是喜欢我吗？哦，他喜欢你，那就说别人喜欢你都可以待价而沽喽。不是说待价而沽，只是那时候也习惯了有他嘛。习惯了。我拿那么多东西，然后他跟他哥们说：“这是我移动超市，我请客，你想吃什么吃什么。”小子，就是我就一直在他后边，然后跟着他。觉得自己过分吗？现在感觉确实那时候有点过分，可是那个时候我确实。什么叫确实有点过分？不觉得都很过分吗？哎，你后来怎么拿下他的？我特好奇。后来的时候就是大3升大4的时候吧，然后就是搬宿舍，我就去给他把东西都给他收拾了收拾。当时的时候你知道，就是一个男的，然后他那东西特别的乱，而且他是学体育的，各种健身器材呀，各种书呀。他们宿舍住3楼，然后就是要搬到那边的5楼，而且中间就是要绕过一个体育场，差不多就是来回走吧，得10多分钟。然后那天给他搬东西的时候，让他什么都不拿，而且就当没看着我似的，我就在那给他收拾。我中间然后跟他搬了好几趟嘛，你知道他最后然后走的时候，就是东西都快搬完了，我把这个脏衣服，就是我把他那些东西不收拾了，有脏衣服我跟他拎走了。他就是手里就举了个球，然后说那我走了啊。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跟他聊天嘛，我就说我把你的衣服然后都给你洗了，然后但是我手有点冰凉。然后他听到这以后他特别不耐烦，然后他说那不是你愿意的吗？然后我就，但是他后来的时候就是也有点转变啊，就是过了，就是我之后就没搭理他嘛，然后就是过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吧，然后他就回我微信，然后他说那第2天搬宿舍我跟你搬。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他，就是有可能就有点喜欢我了。然后你这一路追了多久啊？追了2年半多吧。就2年半一直。我就一直都是缠着他，然后追着他。就过着这样的日子是吧？对，我就过着这么。小厨人啊。我觉得我。小超市啊，小洗衣机啊。我特别的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也觉得特别的甜蜜。咱不弄那头发好吗？这样更吃了。当你选择去对一个人付出的时候，或者说你不由自主地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所有的付出是自动、自愿、自觉的，没有人逼你那么做。对。当他在羞辱你的时候，你已经没有自尊了，你可以离开他，但你没有选择离开。你在自尊和追求的过程当中，选择放下自尊，继续追求。但是从那一刻起，你放下了自尊，你拿什么来爱别人呢？所以那个时候已经不再是爱，是占有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不择手段，连自尊都不要，去要另外一个人的时候，那是爱吗？那就是占有。而占有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得到之后，要么是报复，要么就是轻视。终于被感动了。那时候是大4下半年，就是说已经没有课了，课少了嘛。然后我也习惯了他在我身边的时候，然后我也发现我心里也有他了，毕竟那么长时间了嘛。然后我就终于我就是答应跟他在一起了。可是后来就是马上要实习了，我那时候没找到实习的地儿嘛。然后他找到实习的地儿，他又上班去了。可是上班以后，我就越来越觉得不是那回事儿啊。交往的时候刚开始不是特甜蜜，就是打电话嘛，一天能打到10几个电话，到后来他可是我当时就是上班以后一天1、2个电话，到最后根本就不联系我，现在就没时间了。你受不了了。我感觉好像是缺了点什么似的。被冷落了是吧？对。然后说你实习以后真的就是工作比我都还重要吗？不是说工作比你重要，是我现在真的是我工作了以后真的是特别的忙，我每天就不可能像在学校的时候那样天天的黏着你跟着你，然后就像少爷一样。那你再忙到1个星期都没给我打电话。可是那你都不知道给我打电话吗？现在咱们都已经在一起了，为什么主动的总是我？我后来给你打电话了吗？可是你打电话那个点对吗？那时候我正在开会呢，就是我一实习生，然后人家那么多东西，然后人家在说，我得赶紧记呀。那咋办？你能跟我好好说一说不就行了吗？那不是你好长时间没跟我打电话了吗？然后那因为啥咱们不打电话？好好的，你说你实习是吧？我没找到实习的地儿，
然后可是我说不行，咱要回老家去实习去。对他一说到这个，为啥然后他你就不回老说要回老家实习家，回老家，我就不想回老家。你的工作占据了咱俩的时间了，你要跟我一起走，跟我回老家，这全是自私的一种表现。而其实自私背后就根本就不成熟，他没有长大，他不是你未来当中能够陪伴你的那个人。工作就是比你重要，实习就是比你重要，开会就是比你重要，你就是不重要。你怎么能让自己继续重要呢？你把自己变得重要，你才能让别人觉得你重要。他现在都是还是就跟以前一样，然后跟个小孩似的，然后还得我天天腻着他，然后我不也一点点的改变吗？我已经不想那样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追到他之后，你觉得幸福吗？我就是，你觉得值吗？我觉得就是我追他那么久，然后他终于答应我了，我还是挺开心的。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有问题，我觉得他太幼稚了。我感觉他就是追上我以后，结果没啥价值。我可不追上了就没价值了吗？我还是喜欢你的。你刚才说，其实现在发现追到手之后发现有问题，这个问题指的是什么？就是我工作以后，我不可能就天天的，然后就是给他打电话，或者是怎么就是天天黏着他了。可是他没实习那样，然后他每天给我找茬儿。哦，明白了。然后我就有点受不了。那你还想跟他在一起吗？我想跟他在一起。那你愿意为他放弃现在的实习吗？我现在实习也是为了我们以后有更好的生活呀。别说以后的事儿，来要求一下。我现在必须跟你在一起，要不然就分手，敢说吗？你看看什么效果？我怕他真的走了，战场易主了，那就完了。啊，一对小情侣，大学毕业季也来了，这种问题在社会上可能还不少。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小姑娘还有小伙子，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其实我觉得呢，女孩最开心、最幸福的那一段，就是你在追她那2年多那当中。对，你所有的付出，旁人看都是辛苦，都是遭罪，而你觉得很幸福。但是真正在一起之后，其实慢慢的你的快乐度啊是一点一点的下降，因为她在你眼中不是那么完美了。尤其是在你工作之后，让你真正认识到有可能未来是什么，规划今后是你现在已经开始去想的事情了，而他没有。他现在觉得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说，你还是不能像以前那么着陪伴我，甚至于连工作都不找。这里多多少少还有你的问题哦。你如果真正2个人在一起是要规划未来的，规划未来你不督促他找工作吗？我督促了呀，我让他找工作，可是他老让我跟他一块回家实习去。对呀，你其实还是在妥协，你根本拿他是没有办法的，你只能自己去工作。而他现在觉得你工作的时间没有时间陪我了。而男孩，你很自私，你只知道索取，你甚至于不知道人家付出的真心应该去珍惜呀。马上大学毕业了，过去的校园时光快结束了。我负责任的告诉你，弟弟，接下来你就面临2件事：1失业，2失恋。真的。我不吓唬你，你之前做的所有的一切，都是你自己给自己铺的路。不止你一个人失业又失恋，我们当初都这样。我没有。我们当初还真没有，也就是你吧。我和我身边的很多大学同学都这样，又失业又失恋。原因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，在这舞台上很简单，为什么失业？没准备好。没有人天生会宠着你，在职场上。为什么失恋？很简单，女孩成熟的比我们早，她迅速就找到了她做重要的东西。马丁说的不错，一旦进入社会之后，当他工作单位遇上的那些成熟的男人的时候，你真的是一文不值。原来你还有一些冲动和骄傲，你现在连骄傲都没有了，更别说社会阅历，更别说内涵，你啥也没有。所以不要太骄傲。找女朋友，我觉得先放一放吧。先找一份工作，先让自己迅速的成长起来、成熟起来，然后从男孩转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，有担当的男人，这样你才可能有自己的一片天。有了，你就会有自己的女朋友了。我想问一下这个男孩，你现在心里很难受吗？听到这样的话，难受吗？难受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当时你是怎么对待你女朋友的？当时她心里是怎么样的？她会比你难受100倍。其实作为女孩，你为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其实我真的很感动。我知道一见钟情这个感觉是可以让自己做很疯狂的事情，对他付出所有任何疯狂的事情都可以，但是执着要用在对的地方，用在错误的地方，他会伤害自己。我想说说这个男神，你连最起码的
对人的尊重你都没有，你对你的朋友也是这样的吗？何况是那么爱你的、为你付出那么多的女生。人和人之间都应该是需要礼貌、需要尊重的。他为你做那么多事情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说过一句谢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为我做了那么多，我应该去为他做什么？当然，这是你把他宠的，他本来就很幼稚，你再把他一宠，他就变成你儿子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心里有感恩，有喜欢你，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想清楚、想明白一件事，到底是一种习惯，还是发自内心的真的喜欢，然后再做决定，好吗？有些男生在学校当中是宠儿，一进入社会之后就一文不值。我觉得你对他大概不是爱，从我的角度来看，确实是依赖。女生对他最初是爱，从某个时间节点上的时候，这种爱已经不再是爱。纵观你站在那个位置上的所有的表情，有最开始卷着头发的羞涩，有满面愁容的悲哀，有杏眼圆睁的愤怒，所以你内心也不一定都是甜蜜。男生可能在想一个问题，从付出和回报的角度上来说，得到的有多难，就会多珍惜，对吧？怎么现在就不珍惜我了呢？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黄金法则，就是你想要别人怎么对你，你就应该怎么对别人，否则的话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所以说，女孩所有的忍辱负重，为的就是今天，或者说到今天会彻底的爆发。在追求爱情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负重，但不一定要受辱，尤其是受到被追求对象的羞辱。我认为你对他是有羞辱的，我不认为那只是招猫逗狗，你是真的有瞧不起他，你认为你被追，所以你认为他不重要，所以你高高在上。但是你忘记了人性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东西，当一个人勇敢地向爱情吐露真诚的时候，就是他最赤诚的时候，我全身心都在爱着你的时候。如果这个时候你给他羞辱，他会记一辈子。你自己去琢磨琢磨，你别看他现在是甜蜜蜜的，如果将来你们要是结了婚，当初你对他的羞辱，时时刻刻会被翻出来，那是人性上的烙印。所以当他真正到手之后，达到目的的时候，所有的追求者会回头看看自己的付出，再对比现在得到的收获，他来丈量一下我的付出是否是值得的。如果我认为我这种付出追求的是不值得的时候，那么今天的这种情况就是必然。坦率的来说，我是认为他的这种付出对于你这样的对象是不值得的。你只有外表而没有内在，更何况外表也就那样。但我也想对女生说的是，当我们想尽办法想要获得一样东西的时候，当它到了我手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原来一文不值，就那样。所以我说，当你爱或不爱，你都不要去放弃自尊，也不要去选择羞辱别人的自尊，否则的话，爱情早就不是爱情，是仇恨。自己想吧，两位，下面的时间属于你们自己，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儿，可是我现在感觉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咱们还能不能，不说回到以前，我可以为你改变很多，我可以慢慢的把自己改变成一个大男人，不再做一个男孩，咱们还能走到以前吗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你能找工作吗？不能，我陪着你。那你能跟我在一个城市里找工作，不让我回去吗？能，不回去了。真的，我真的可以。我现在觉着就是说，我不管你现在变成什么样了，我也，尽量的。好了，两位请回吧，谢谢你们。
来，请关门啊！一起来数5个数：5、4、3、2、1。各位请回吧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请关门啊！一起来数5个数：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